很多人一看到健檢報告上腎絲球過濾率出現紅字，第一個反應不是去了解自己的腎臟出了什麼問題，而是立刻開始搜尋吃什麼可以補腎，哪一種保健食品可以救腎，有沒有方法可以讓腎功能恢復，甚至已經準備花上幾千塊買那些號稱可以逆轉腎功能的產品。但是你知道嗎？真正能夠幫助腎臟的東西，很多時候不是昂貴的保健食品，也不是什麼神奇補藥。反而是你每天都在做，只是可能一直沒有做對的幾件小事。所以先停下來，把錢包收好，只要掌握3個簡單、完全不用花錢的方法，就能保護腎臟，維持腎功能穩定。嗨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，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一直強調極簡護腎，護腎並不複雜，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或繁瑣的療法，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，就能守護腎臟健康。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，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。首先，第一個習慣也是最簡單卻最多人做錯的一件事：多喝水。有一位50多歲的林女士來看檢查報告，她的腎功能這幾天慢慢下降。我問她：林女士，你平常一天大概喝多少水？她很有自信的回答：不少啊，早上喝一杯咖啡，中午吃飯配湯，下午也會喝茶，應該有喝很多吧。我再問他，那白開水一天大概喝多少？他想了一下說，白開水哦，好像真的沒有喝多少。後來仔細計算才發現，他一天真正補充的水分其實遠遠不足。這其實就是很多人的迷思。很多人以為只要平常有喝咖啡、喝茶、喝湯，就代表水分一定足夠。但腎臟每天都在幫我們過濾血液，排除代謝廢物，需要足夠的水分才能維持良好的血流與工作環境。如果身體長期處在水分不足的狀態，腎臟就需要在比較吃力的環境下工作，所以適量補充水分就是給腎臟一個更好的工作條件。當然，也不是所有液體都能完全取代白開水，像高鹽分的湯品或濃度較高的飲品，雖然含有水分，但腎臟同時也需要處理其中的鈉、磷酸鹽及其他成分，因此最簡單的選擇仍然是適量補充白開水。那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才夠呢？如果沒有需要限水，一般可以抓體重每公斤乘以30到40毫升，作為一天水分攝取量的參考。不過日常生活中其實掌握2個原則就很簡單。第一，看尿液顏色，每次上完廁所回頭看一眼，如果尿液呈現淡淡的檸檬黃色，通常代表水分補充的還不錯。但如果尿液顏色偏深，甚至像蘋果汁一樣深，那可能就是身體在提醒你水分不足了。第二，少量多次喝水，不要等口乾舌燥才一次灌下大量的水。最簡单的方法就是在桌上放一個水壺，看到它就提醒自己喝幾口，慢慢養成習慣。最後提醒，如果你已經是慢性腎臟病第4期、第5期，或合併嚴重心臟衰竭、水腫，喝水量可能需要限制。這時候一定要依照門診醫師的建議調整，不要自行大量喝水。但對於大多數早期腎臟病患者，或是想保養腎臟的成年人來說，適量補充白開水就是每天給腎臟最簡單也最好的照顧。解決了喝水，我們接着要來談第2個習慣：多運動。說到運動，我在診間常常聽到一個讓人有點心疼的迷思：很多病人一知道自己腎臟不好，就開始把自己當成易碎品，不敢運動，不敢活動，整天坐在沙發上休息。甚至有些家屬也會說，他的腎臟不好啦，身體比較虛，要多休息，不要讓他太累。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。事實上，如果因為害怕而長時間不動，反而可能讓腎臟承受更多負擔。為什麼呢？腎臟是一個充滿微小血管的器官，它要正常過濾身體的廢物，前提之一就是要有良好的血液循環。當你長時間不運動，身體代謝變慢，血管功能可能會受到影響，甚至血壓、血糖控制也可能變差。久而久之，流到腎臟的血流可能受到影響，讓腎臟細胞失去良好的工作環境。所以運動不是在消耗腎臟，而是在幫腎臟做一場按摩，幫助維持良好的血液循環。那你可能會問，我應該要做什麼運動？我要去健身房舉重嗎？還是直接挑戰跑馬拉松？其實都不用，重點不是一開始做得多激烈，而是找到一個可以長久維持的習慣。
我建議大家先從中等強度的有氧運動開始。什麼叫做中等強度？簡單來說，就是運動時會有點喘，會流一點汗，但還是可以跟旁邊的人簡單聊天的程度。快走，這是最簡單也最推薦開始的方式。每天晚餐後到附近公園快走30分鐘，不需要特殊裝備，也不用花錢，單純出去走走就很好。慢跑或騎腳踏車，如果你的膝蓋關節狀況允許，這也是很好的運動選擇。游泳，如果你的關節狀況不適合承受較大的衝擊，游泳也是很好的選擇。水中的浮力可以減少關節負擔，同時也能達到全身性的運動效果。把運動慢慢變成像吃飯、睡覺一樣自然的習慣。當體重慢慢控制下來，血壓更加穩定，你會發現下一次回診抽血時，腎臟相關數字也常常能維持在比較穩定的狀態。前面的喝水和運動是幫腎臟建立一個良好的環境，但接下來這第3個習慣是保護腎臟非常重要的最後一道防線，也是我在門診最常看到、最令人惋惜的問題，那就是避免不當用藥。腎臟是一個非常強韌也非常能忍耐的器官，即使受傷，早期也不一定會發出警訊。也因此，很多人容易忽略腎臟的承受能力，不斷把一些傷腎的東西吃進身體。那最常見的2大腎臟殺手是什麼呢？第一個就是大家很常接觸到的消炎止痛藥。這裡特別說明，我不是指普拿疼。普拿疼主要經由肝臟代謝，對腎臟的影響相對較小。我指的是另一類常見止痛藥，也就是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药 NSAID。很多人因為膝蓋痛、腰痛或是經痛、頭痛，就自行到藥房購買，甚至到藥妝店大量囤貨。一開始吃1顆有效，疼痛改善，就慢慢變成習慣，甚至每天都吃。但這類藥物可能會讓腎臟血管收縮，影響腎臟血流，增加腎臟受傷的風險。偶爾短期使用來緩解疼痛，通常沒有問題。但如果長期把止痛藥當成日常保養品，反而可能讓腎臟承受不必要的負擔。所以疼痛反覆出現時，最重要的是找原因，而不是一直靠止痛藥把問題暫時蓋過去。第2個常見問題就是來路不明的偏方與草藥。有些人會跟我說，醫師，這是我朋友去深山採的草藥，他說對腎臟很好，或是這個保肝固腎丸，很多人都說有效。但各位要記得，腎臟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成分是什麼的東西。合法經過中醫師診斷開立的中藥，有它的使用原則和安全性。但那些標示不清、來源不明的草藥或偏方，可能含有重金屬，甚至含有已經被禁用的馬兜鈴酸。這些東西吃進身體，不是在補腎，而是在增加腎臟的傷害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況，就是病人原本只是輕微腎功能退化，卻因為急着想要把腎臟補回來，花大錢買各種偏方，結果幾個月後回診，腎功能反而快速惡化，甚至進展到尿毒症，需要面對洗腎。這也是身為腎臟科醫師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們談了3件保護腎臟最重要的事情：多喝水、多運動，以及避免不當用藥。你會發現我沒有推薦任何神奇的產品，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極簡護腎。照顧腎臟不是一直往身體裡增加更多東西，而是減少那些不必要的負擔，減少缺水，減少久坐不動，減少不必要的藥物傷害。當生活慢慢回歸簡單規律，你的腎臟也有機會維持在更穩定的狀態。我知道改變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並不容易，這需要時間，也需要一點耐心。但在這條照顧腎臟的路上，你不是一個人。我會在這個頻道裡持續用最白話、最實用的方式陪伴你一起學習，找到適合自己的護腎方法。如果你也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，也歡迎分享給身邊那位總是喝不夠水，或是習慣自己吃止痛藥的家人朋友。也許你的一次分享就能讓他多了一個重要觀念，避免未來不必要的腎臟傷害。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